当富士山邻近地区发生地震，总会令人担心火山爆发是否即将来临。例如，在2025年2月20日晚上10点13分，发生了规模 4.4 的地震，震央是富士山的东北方，山梨县东部富士五湖，震源深22公里。专家认为，这次震源深度比较深，与火山爆发的关联不高。地震发生在晚上差不多入睡的时间，如果诱发火山喷发，要避难实在不易。请不要忘记，富士山万一喷发，就连距离约有100公里的东京也会受到火山灰的影响，恐怕一觉醒来变成灰暗世界。看一看山梨县东部富士五湖以往发生地震的记录，2025年直到2月20日已发生了2次，还有一次是在1月5日上午8点51分发生，是规模 4.0 的地震，比2月的那一次小。而2024年共发生了12次，次数令人惊讶。可能因为预言漫画《我所看见的未来》的影响，人们把有关日本天灾的焦点都放到2025年上。但实际上2024年在很多人没有留意的情况下，富士山附近已发生了大大小小的地震。再看看由2001年以来的记录，山梨县东部富士五湖每年都发生地震，多的时候像是2012年就发生了33次，2021年也有14次。这2个年份的地震规模也不小，分别达 5.4 和 4.8。 在之前的大规模地震有1983年的规模6和1976年的 5.5。 不过到目前为止，自1707年以来，富士山还没有喷发，一直沉睡不醒。其实不是所有地震都和火山喷发有关联，了解多一点便不用过分惊慌，可以正确的面对天灾和避难。最深日本上集讲解了富士山喷发的预测，本集会介绍富士山过去的喷发和相关灾难情况。火山喷发会因规模大小造成不同程度的人命和经济损失。无论是富士山附近，还是车程花上1个半小时的东京，都有可能因火山爆发而遭受损失。现在关心富士山喷发的人多了，很多人都知道离上一次喷发的1707年已经过了317年了。关于喷发的计算，有史以来记录了10次，而其中一次规模大，也就是上一次的喷发，发生时间由1707年12月16日10点左右至1月1日凌晨，长达16天。一开始熔岩由东南山坡喷出，烟冲上至高空2万公尺，在当天火山灰就已到达东京。这次富士山喷发在日本的宝永4年发生，而且规模庞大，所以被称为宝永大喷发。为何可以那么仔细了解当时富士山喷发的情况？因为有人详尽做了记录。看看这幅图画，描绘了宝永大喷发的情景。可以看见熔岩不是在山顶，而是在山坡中喷出，而且熔岩高度达山顶。这次喷发造成了3个火山口，分别是第1至第3宝永火山口，由高至低连成一线，直径达1公里。在第2和第3火山口之间亦形成了宝永山。由西南眺望富士山，例如由静冈县和山梨县南部看的话，便会看到宝永山在右边的山坡上。参考各种古籍，知道宝永大喷发之前曾发生地震。前兆分为4个阶段，最早的第1阶段是喷发前的1至2个月。记录第1阶段的是几乎每天都到富士山的土屋一太夫，他是名为富士长的信仰的信徒，在位于须山村的登山口作为向导，引导其他信徒参拜。须山村是现在居野市须山，位于富士山东南方。他那么近距离观察喷发前的富士山，资料十分珍贵。他写了土屋一太夫喷火式情书，喷火即是火山喷发。他说由10月至12月初，在山中差不多每天都感觉到地震。如果假设地震的震源是地下10公里的话，地震规模估计是 2.6， 3公里下的话便是规模 2.0， 但他没有描述须山的地震。
所以推测地震是在宝永山附近发生。到了第二阶段，即是12月3日至喷发前一天，每日山中有10至20次的地震，但须山没有。从12月3日起，每天有3至4次轰鸣。到了第三阶段，即是喷发前一天至数小时前，半天内发生了数次规模2至3的地震。到了15日晚上至16日早上，发生了2次规模5的地震，而规模4的地震有10次左右，再小规模的地震也有数十次。而到了最后的第4阶段，发生了2次规模5的地震。他写了11月23日早晨5时许发生大地震，同日4时许又发生大地震。11月23日是农历及西历的12月16日。在第2次地震后，伴随着轰鸣，天空凶猛地涌现黑云，由此可知火山开始喷发。之后他仍有按照时间顺序记载详细火山喷发过程，包括大量火山灰降落的情况、大地的轰鸣声，以及喷发活动初期出现短暂平静期，之后又有一段喷发加剧的时期等现象。最后他写了山野停止燃烧，雷鸣与地震声渐息，天气转晴。火山喷发于农历12月9日凌晨结束，即西历的1月1日。这幅图出自伊东志摩守日记，负责记录的是伊东志摩守右贤，他是来自玉肥藩，即是现在宫崎县的日向。他是藩主伊东氏的亲戚，喷发时他住在江户，即是现在的东京。而这日记和上集介绍的宫崎日记不同，宫崎日记是平安时代女性作者回想以前遭遇的文学作品，有少许创作成分，但江户时代男性写的日记真的是记录每一天的事情。因为他的日记和其他历史资料更可以了解宝永大喷发的情形之外，还可以知道喷发前有什么异常现象，这对预测下一次火山喷发来说是很重要和具参考价值的资料，无需只靠火山喷发之间的时间间隔而做推算。因为伊东右贤是来自宫崎县的，所以伊东志摩守日记的手抄本保存在宫崎县立图书馆，而他本人在宝永大喷发的1年后去世。看一看这一幅火山灰堆积地图，展示了关东一带堆积的厚度。经过16天的时间，火山砾石和火山灰随着西风飘散，降落在静冈县东北部、神奈川县、东京都，甚至飘至100公里以外的房总半岛，横滨高达16公分，东京达4至8公分。根据当时的典籍，在富士山东麓的须走村，因火热的火山岩石降落而烧毁了37户民家，其余39户也因超过3米深火山灰的重量和频繁的火山性地震而倒塌。在接濑川村，因80至90公分厚的火山灰导致该村落80户民宅中的12户崩塌。江户城也降下大量火山灰，即使在白天也变得灰暗，不得不点蜡烛照明。估计火山灰在喷发后2小时到达东京，累积了2至5公分厚的火山灰，每当强风吹来，就会化为细小粉尘飞扬于空中，使许多人因此患上呼吸道疾病。除了以上短期的损失之外，因火山灰而导致河床上升，河水泛滥持续了数十年，农作物失收，长期的影响民生。接着要介绍的是贞观大喷发，发生在贞观6年至8年，即西元864年至866年。与之后的宝永大喷发之间，根据可信度较高的古籍，富士山喷发了6次。这次喷发严重影响了富士山附近的地形，例如熔岩流到了西北路，把地上的东西都烧掉，之后形成了现在的青木原树海。由于这次喷发发生在平安时代前期，当时朝廷编纂的日本历史书《日本三代实录》中所收录的报告是唯一可信的文字记录。可能是时代的问题，只有事后报告，而没有喷发前和喷发中的描述。接着来一边讲解文字记录，一边看看这3幅地图。
显示了这次喷发熔岩流过的地方。根据日本三代实录记载，864年7月2日，骏河国向朝廷发出富士山喷发的第一次报告。骏河国即是现在静冈县一带。报告内容为：富士郡的正3位浅间大神大山发生喷火，其气势极为猛烈，方圆12里的山林都被烧毁，火焰高达20丈，巨大轰鸣如雷，发生3次大地震。经过10多天，火势仍未减弱，岩石焦灼，山峰崩塌，沙石如雨般降落，烟云郁郁蔽天，人无法靠近。炽热的岩石流入富士山西北的本溪湖，熔岩流长约30公里，宽34里，高2至3丈，最终火势蔓延至甲斐国境。约2个月后的864年8月22日，甲斐国向京都发出第2次喷发报告。骏河国的富士山发生大喷发，焚烧粉碎山峰，草木皆被焦枯，土石流动，淹没了八代郡的本溪湖和长海，湖水变成废水，鱼龟等水族全数灭绝，居民与湖泊一同被掩埋，幸存的房屋也无人居住，如此惨况数不胜数。两湖之东有名为河口湖的湖泊，火势也向这个方向蔓延。在湖泊被掩埋之前，先是发生大地震，又有雷鸣与暴雨，云雾弥漫，使天地昏暗，山野难辨。在这里出现了一个罕见的湖泊名称长海。一开始专家不知是指哪一个湖，只知道大概在青木原熔岩的分布范围。专家调查之后，发现了长海因熔岩流进，分成了现在的西湖和金镜湖，熔岩也流到了富士山路西北部，烧毁了森林地带。之后树木重生，形成了青木原树海，面积达30平方公里。这是根据日本三代实录的记载以及实际熔岩流的地质调查结果所呈现的真观喷发熔岩流动过程。研究发现，真观喷发虽然在火口附近堆积了少量火山砾和火山灰，但喷发的熔岩主要是以相对平缓的熔岩流形式扩散流动。然而，由于喷发量与宝永喷发相当，都十分巨大，导致富士五湖的形状和构造发生了重大改变，使地形产生了显著变化。到了9月，朝廷命令甲斐国司奉祀浅间神社之神，以求平息。之后，从865年年末的记载中提到，灾疫尚未止息。由此可见，火山喷发活动持续了近2年之久。在真观大喷发的60年前，发生了延历大喷发，日期是延历19年至21年，即西元的800年至802年。在公元800年4月11日，当时是平安时代，富士山东北山腰发生爆发。根据日本纪略的记载，从这一天开始，持续了约1个月活跃的火山活动。郡国合奏报自4月11日至5月15日为止，富士山峰自行燃烧，白昼烟气昏暗，夜晚火光照天，其声如雷，灰烬如雨般落下，山下溪流皆呈红色。火山喷发伴随大量火山灰降落和熔岩流出，喷发一直持续到802年。看看这幅地图，显示了这次熔岩流过的地方，即是由东边山坡流到东方的山中湖旁和东北方。另外，西北方山坡也有喷出熔岩。在801年的喷发中，由于大量火山灰和沙砾掩埋了当时横越箱根的道路足柄路，令足柄卡附近无法通行，因此新开辟了经箱根卡的箱根路。足柄卡是地图右中方的路，途中经过玉电厂，这是东海道本道的其中一段，但因为被大量火山灰和沙砾掩埋了，所以朝廷便另开凿新道路。东海道是军事用和紧急用的道路，所以不可以置之不理。新的箱根路作为主要道路，大概维持了1年。有史以来，富士山大约喷发了10次。1707年发生的宝永大喷发有不少典籍记载，
可以了解喷发前后的情况。其他没有详细介绍的古籍包括记述了781年喷发的《续日本纪》，937年喷发的《日本纪略》，999年喷发的《本朝事纪》，1020年冒烟和火印现象的《庚吉日记》，1033年喷发的《日本纪略》，1083年喷发的《扶桑略记》，1435年喷发的《王代记》，1511年喷发的《妙法寺记》，还有1704年轰鸣的大全寺文书。当中贞观和宝永大喷发规模较大，所以具体记录较多。不过要了解喷发前的预兆，文字记录还是非常不足。要知道史前富士山曾经发生过的喷发，便要进行地质调查。在2024年推出的富士山特辑中，简单介绍了富士山里藏着3座旧的火山，其中一座是小玉月火山。在富士山五合目升仙观景台旁，可以找到小玉月神社，那里便是小玉月火山的山顶。东京大学地震研究所在富士山东北山坡五合目的小玉月周边进行钻探调查，在5处地点钻探至最深650公尺，并从地下深处提取用于研究地下状态的圆柱状岩石样本。经过详细检查后，发现了未曾发现过的岩石种类，所以推断地上埋藏了另一座火山。富士山从约10万年前至今，每隔数百年就会发生一次大规模喷发，逐渐形成了现今的富士山，而非一开始就是现在这个样貌。根据过往调查，富士山的活动历史以约1万年前为界，分为古富士火山和新富士火山2个时期。现在的富士山属于新富士火山，其下方埋藏着古富士火山。这2座火山都是由玄武岩构成。追溯到在1930年代，专家发现古富士火山下还有另一个火山。东京大学地震研究所长期研究富士山的金屋宏奎教授发现，在小玉月神社附近的地表露出了在富士山罕见的安山岩质熔岩。金屋教授在战前战后期间彻底实地调查富士山，再绘制富士山全域地质图。有一天，他在小玉月神社旁发现了比玄武岩颜色更浅的灰色熔岩，他判断这是形成古富士火山之前就已存在的火山体的一部分，因此将其命名为小玉月火山。就如这张图所显示，现在的富士山是由这4座火山组成，有先小玉月火山、小玉月火山、古富士火山和最外层的新富士火山。在1930年代由金屋陆奎教授发现小玉月火山之后，到了2003年，东京大学地震研究所又在小玉月火山之下发现了一座未知的新火山，所以便命名为先小玉月火山。现在4层构造的富士山表示各层曾有不同性质的喷发过程，这些过程可能是解开300年以上还不喷发之谜的线索。富士山估算是约在10万年前诞生的，与日本许多拥有数十万年至100万年历史的火山相比，它还很年轻，可以说是一座充满活力的火山。最早先是先小玉月火山在数十万年前开始活动，估计这时和附近的爱鹰火山和箱根火山有相似的火山活动，接着喷发形成了小玉月火山，成为了现在富士山的基础。之后进入富士山的时代，从10万年前到1万年前，古富士火山开始活动，这时火山喷出大量火山碎屑物，乘着偏西风吹到东方，堆积起来可达10公尺高，形成了新的地层，那便是关东红土层，范围是关东平原，当中包括东京。关东红土层不仅由富士山，还由神奈川县箱根火山等喷发的火山碎屑物形成。在关东地区南部广泛分布的立川红土层中，包含了大量从富士山飞来的火山碎屑物，堆积成褐色土壤。立川位于东京的西方，
离东京站只有30多公里，这是富士山喷发时火山灰到达东京的证据。之后便轮到新富士火山，活动由约11000年前开始，活动模式与古富士火山有很大的不同。简单来说，开始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喷发方式，不仅喷出火山碎屑物，还有大量熔岩流出。此外，岩浆喷发的位置也不固定，这意味着除了山顶火口外，山路的侧火口也经常发生喷发活动，也发生过造成山体侧面崩塌的山体崩坏现象。例如在西侧山坡上的大泽崩是山体崩坏的案例之一，最大宽度500公尺，深度150公尺，从山顶火孔正下方一直延伸到海拔约2200公尺处。现在会以5个阶段来分新富士火山不同时期的喷发。第一阶段是11000年前至8000年前，大规模熔岩流时期，产生大量玄武岩质熔岩流，形成山体的基本形态。第二阶段是至4500年前，山顶火口喷发期，以山顶喷发为主，产生大量火山碎屑物。第三阶段是至3200年前，这时熔岩和喷出物由山顶转至山腹，侧火口变得活跃，大量侧火山锥的形成。第四阶段是至2200年前，属静稳期，火山活动相对平静，喷发活动减少，侧火口群形成期。第五阶段是直至现在，即是包括刚才介绍过的岩砾、贞观、宝永大爆发。看了富士山整个形成和喷发过程，便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它没有一个固定的活动模式，随时会产生变化。与上一次宝永大喷发相隔了317年，富士山可能进入新的第6阶段，即是喷发模式和以往不同。现在为了观测富士山开始火山活动时的情形，已设置监视摄影机，使富士沙防事务所能够进行即时监控。今后将建置和相关机构共享影像等资讯的系统。此外，也将建置让一般市民能够透过网络查看影像等资讯的系统。虽然不可以预先知道富士山何时喷发，但靠观测系统可以捕捉喷发的一刻，尽早通知市民避难，并做出应对，来减低人命和经济损失。自1707年以来，富士山没有出现可确认的喷发活动。从山顶部和部分山路地区，直到1970年代仍有活跃的地热活动。这现象可以得知，富士山地下的岩浆活动依然持续。此外，富士山在2000年10月至12月期间，确认发生了约470次低频地震，观测到深部低频地震的频率增加。低频地震通常在活跃火山的火口周边可以观测到。关于低频地震发生的机制，目前仍有许多不明之处，观测案例也比较少。但由于某些案例与火山喷发和火山活动有关，因此被认为与地下深处的火山活动和岩浆运动有关。但由于震源并未出现上升趋势，而且除低频地震外未见其他火山性异常，因此被认为不会直接导致喷发。现在相关组织每天监视富士山的各种变化，如果一旦喷发，便会及时收到通知，能争取一些时间进行避难。